莫斯科号沉没的原因尚未揭秘，各种可能性和经验教训都是值得我们倾听的警钟。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俄罗斯海军莫斯科号导弹巡洋舰沉没了有几天了吗？据说现在俄罗斯方面还要组织打捞，不知道能不能捞起来。如果能的话，捞起来以后怎么处理呢？一艘12000吨的巡洋舰就这么沉没了，引起了国内外很多专业人士的讨论。大家都想搞清楚这个莫斯科号沉没的原因是什么。毕竟现在这种案例太少见，所以每一个案例都要认真分析研究，看看有没有值得借鉴的教训。由于俄乌双方的说法差距比较大，所以最好的分析途径呢是去看莫斯科号沉没前的影像。前几天网上已经出现了一些个所谓莫斯科号沉没前的视频和照片，不过照例各种假消息还是铺天盖地的。比如说大家都见过了一个视频嘛，一艘军舰即将沉没，直升机呢在上面转着圈拍摄，还被人加了字幕和音乐，说是莫斯科号的临终图像。其实这段图像呢是22年以前美国海军在演习的时候击沉靶舰留下的视频资料，那艘船的外形都跟莫斯科号完全不一样。还有一个视频，就是画面上一艘军舰突然发生大爆炸，也被说成是莫斯科号中弹的瞬间。其实那是挪威海军演习打靶。也就是这2天，真正的莫斯科号沉没前的视频照片才出现在网上。那么结合这些图像视频，再通过莫斯科号的设计方案，再加上俄罗斯海军的一些新闻报道，就有几种可能性值得参考了。首先，俄罗斯说莫斯科号在脱带的时候，在回港的途中，因为是暴风雨天气导致船只失稳而沉没了。但是当天的天气记录表明，那个海域风力只有4级，浪高也就1米，并没有什么暴风雨，怎么可能是因为暴风雨沉没呢？有可能是舰艇侧面靠近水线的部位确实有破损，导致舰艇持续进水，最后进水控制不住才沉没的。而且从画面上看，能看出来莫斯科号左舷，就是舰桥下边那个位置有一大片烧黑，浓烟滚滚的，隐约看着好像还有大洞，里边还在着火。侧面呢，很长一段舰体上几个舷窗都烧黑了，就说明甲板下边的爆炸还有燃烧，波及范围很大，一下就摧毁了一片舱室。但是舰艇上方甲板上面一点事儿都没有，说明弹药库爆炸的话，那个压力是从侧面的洞释放出去的，而那个洞应该是事先就已经存在了。再加上舰桥那个位置，从侧面看正好是整个舰艇雷达反射截面积最大的位置，那么反舰导弹攻击的时候，雷达导点头正好也会对准这个位置的水线高度俯冲攻击。那么这么看的话，也很有可能这艘军舰确实是被反舰导弹至少命中了一发。另外呢，莫斯科号的防空系统是可以用来发现导弹并且做出反应的，只不过呢，美国海军新闻网认为没有发现任何莫斯科号进行拦截的迹象。如果确实是导弹来袭而没有拦截住，那就说明要么是设备没有维护好，或者根本就没有开机警戒，要么就是人员的训练水平不足，做不到在2分钟之内及时做出反应。另外呢，舰艇的状态，还有损管那个管制器材，还有损管人员的工作能力也被质疑。美国海军一个退役的上将认为，如果损管水平到位，这艘巡洋舰应该不是那么容易沉没的。当年美国的科尔号驱逐舰被袭击，导致水线附近也出现了大洞，海水是迅速涌入，差点科尔号就沉了，但是损管得力，最后船是保住。所以现在很多人把这件事的原因是归于俄罗斯海军的疏忽，或者是日常维护保养状态不佳。至于说维护保养状态这一点，我想我们国内很多朋友应该还记得，俄军航母和我军航母轮机舱那个照片对照，确实我军的航母轮机舱看着是非常干净，而俄方那个舱室环境乌七八糟，脏乱的让人下不去脚。当然，俄军舰艇的这种落后、脏乱，还有这种训练水平，都是经济情况造成的。想当年，中国和北约也有过蜜月期，北约海军军官参观我们护卫舰的时候也说当时我们的舰艇建造和维护水平都很差，那个水密门关上之后，门缝还能透光，怎么水密呀？损管器材也非常简单，真要出现战损，堵漏都不好堵。而且舰艇比较小，储备浮力不够，真要是进点水，那个船也很容易沉没。
那个时候我们穷啊，海军毕竟是要大把的资金去维持的。无论如何，看到了莫斯科号的沉没，现在美国也在用自己的状态进行对比和思考，因为美国也感觉到未来作战行动中也会面临严重的导弹威胁。虽然自己的宙斯盾系统是不断的升级，但是中国的各种反舰导弹性能也是日新月异。现在是莫斯科号出事了，下一个别是华盛顿号或者是美国号。其实最需要关注这些事情的，应该还是解放军海军，因为我们未来的作战任务会让我们面对非常非常密集，甚至有可能是最密集的岸防反舰火力，还有干涉力量的火力。我们的舰艇防空体系，我们的人员培训，我们面临的挑战，都有可能是其他国家海军根本遇不到的。所以，如何侦察发现对方岸上那些反舰导弹阵地，对于美军可能的干涉如何进行警戒，怎么保证编队火力以最快的速度对威胁进行拦截和干扰，这些事儿都是不能掉以轻心的。毕竟硬件方面，我们对标的是美国海军，雷达也好，导弹也好，探测系统也好，都不是俄罗斯海军那么落伍。但是经验和意识方面，任何一支海军都一样，轻敌和大意这种错误对自己都是致命的。好，关于莫斯科号的沉没给各国海军带来什么样的思考，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聊。